1周前，一个自称是叶家管家的人出现在孤儿院。他说我是豫州叶家被爆错的真千金。小姐，11，当年害死小雅的那群人就在豫州，但他们权势滔天，我们惹不起的。惹不起吗？豫州，我来了。哎呦，小姐，注意安全！你就是叶空，和你爸挺像的，长手长脚的。小空，我是妈妈。妈妈，怎么了，猪猪？是不是又不舒服了？猪猪，快别哭了，又没人跟你抢妈，是吧，叶空？看来这叶家并不欢迎我。怎么不说话，和个哑巴似的？刘妈，带他先去楼上换个衣服，晚上晚宴可不要丢了我们叶家的脸面。妈，叶空是吧？知道他们为什么接你回来吗？不是因为他们有多爱你，而是因为和温家联姻需要你。毕竟我宁死也不会嫁给一个瘸子，所以你一夜之间能从落魄孤儿变成豪门千金，我是你最大的恩人。不过你不需要感谢我，因为我会让你屁滚尿流的滚出去，叶家一粒灰尘你都别想拥有。小11，你记住了，如果你是真心想要去得到正常人的家庭与亲情的话，到了叶家最重要的事就是一定要少说话。你如果不想回家第一天就被扫地出门，千万不许说话，一个字都不许说。今晚我就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尊卑有别。瞧瞧，那个坐着轮椅的残废就是你的未婚夫。不过也是你高攀了，要不是他残废了，他就是整个豫州身价最高的男人。他什么时候成了残废？叶11，你知道你这个月气晕几个人了吗？你给我管管你的嘴！老头儿，你知不知道你很烦哎？这是你们家养在外面20多年那个女儿。是大师说小空体弱多病，得养在外。您看是不是长得和我们家老叶一模一样？的确像是你们两个能生出来的女儿，比宝珠漂亮多了，不错。哎呀，您快别说了，宝珠也是您看着长大的呀。哼，那时我以为她是我的宝贝孙媳妇儿，谁知道我们对她好了20年，我麻烦一出事她就不想嫁了。什么叫不想嫁了？我们两家的死老头子一开始定的就是我们家出生的第3个孙女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是这姑娘在外面养了20年，谁知道她的脾气秉性？我们家孩子能有不好的吗？你这孩子直勾勾的盯着人家干什么？怎么这孩子人都不喊一声，性子也太腼腆了吧？难道叶空是个哑巴？那我岂不是还要嫁给温灿？奶奶，我想和叶三小姐单独说说话。好好好，去吧去吧，难得你开口。认识10多年了，也没见阿三对宝珠有半点兴趣。倒是你家这个老丹一回来，他就另眼相看了。看来我孙子还是随我，看脸。从花河县孤儿院院长收养的孩子，摇身一变成了豫州叶氏的千金。叶空小姐，可以告诉我，你们在玩什么把戏吗？从4肢健全跑步遛狗的邻居哥哥，变成双腿残废的豪门大少爷，你也只用了1夜的时间。相信我，温先生，我的惊讶不比你少。除非你告诉我，昨晚我在花河县看到的那个遛狗的人是你的双胞胎兄弟。看来我们都有需要隐瞒的秘密。我没有，
想要隐藏秘密的是叶家人，不是我。你难道不是叶家人？还在考察中。你考察他们，还是他们考察你？你猜呢？我猜，无论是哪一种，你都需要留在叶家。夜空小姐，你帮我保守秘密，我帮你留在叶家，如何？你要怎么帮我？很简单，履行那个婚约。我不想嫁给你。我也不想娶你，所以我们只需要彼此配合，做一对貌合神离的未婚夫妻便好。成交。喂，外公，咱家隔壁孙院长收养的那个孩子，名叫叶空的，您能给我讲讲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宝珠，这就是你那个养在乡下的三姐啊，和你们叶家格调差太多了吧？人家第一次进上流社会，土味还没散，你理解一下。别这么说，我姐姐只是刚回家不习惯而已。虽然温灿残废了，但我真没想到她居然要跟这么个人订婚。叶三小姐，我们在跟你说话呢，你连个头都不回，是不是太没教养了？姐姐，你是不是太饿了？要不我让管家再吩咐几道热菜给你。你在乡下都吃不饱吗？你以前过的都是些什么日子啊？见过珠宝吗？吃过牛排吗？若薇，不许取笑我姐姐，她可是我亲姐。叶空是吧？我是你表哥。听阿姨说你回来没说过话，该不会是哑巴吧？哑巴？那她岂不是也没叫叶奶奶和叶阿姨？连妈妈都没叫吗？太离谱了，还不如不接回来。看清楚了吗？这里是我的地盘。姐姐，如果你是害怕的话，可以先跟我们练习一下。我叫叶宝珠，是你妹妹，奶奶和妈妈都喜欢叫我猪猪，你也可以叫我猪猪。千万不要说话，绝对记住了，你会把人气死的。猪猪，你见过你亲妈吗？你怎么会？我见过，她跑来找我下跪，求我别把你赶出叶家，因为她得了艾滋，需要医疗费，她怕你离开叶家就没钱治病了。猪猪，你给过她钱吗？什么？他在说什么？是我听错了吗？叶空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就算再嫉妒宝珠，也不能这么说自己妹妹吧？再这么下去，叶家不会认你。宝珠，真是个好名字。你知道你亲爹姓什么吗？要我告诉你吗？你给我适可而止！你想打我？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对我动手？叶家轮得到你来说认不认我？长得这么丑，我怀疑你也不是亲生的，不如你也先去做个亲子鉴定，刚好和你表妹一起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在闹什么？连城，你的脸！你们刚接回来的三表妹说猪猪不是叶家的孩子。胡说八！叶空，我告诉你，猪猪是咱们叶家最宝贵的孩子。他3岁那年，老婆子我差点煤气中毒走了。若不是你妹妹哭着喊着引来了人，你今天恐怕是见不到奶奶了。叶家对你有亏欠，我们这些长辈自会补偿你，可这不代表你能仗着这一点随便欺负你妹。若养你的人家没教过你这些规矩，那我从今天开始教你也无妨。叶家居然还有这种往事，难怪老太太对宝珠那么宠。但这个新来的三小姐刚才说的那些也不像是编的，毕竟刚从乡下回来，看到叶宝珠的待遇，会心里扭曲也正常。妈，您别这么说小空，她刚回家呢。哼，她回来这么久，可有叫过我一声奶奶？连最基本的礼貌都不懂吗？奶奶？你养过我一天吗？就想跟我摆长辈的谱？孤儿院院长被我砸成脑震荡，我才肯叫他一声爷爷。要不老太太你也让我砸一次，我就叫你一声奶奶，如何？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怎么能这么说奶奶？谁奶奶？你奶奶？我和你又没有血缘关系，怎么会有同一个奶奶？少跟我套近乎！做梦都没想到今晚能看这么大个热闹。
叶家这个新的三小姐不会是个疯子吧？好可怕的一张嘴，好可怕的一颗脑袋，怎么想的才能在这种场合说这些话？我以后可要离他远点。阿灿，你未婚妻好可怕，咱们这婚约要不就算了吧。喂，外公，咱家隔壁孙院长收养的那个孩子，名叫叶空的，您能给我讲讲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吗？叶空啊，他是老孙那孤儿院里收养的第11个孩子，小名叫11，天赋特别多，就是性子执拗，爱钻牛角尖。还有一点，他嘴特别毒，而且说话不分场合，不在乎得不得少人。嘴毒？对，据说他8岁大就凭着一张嘴把大人给骂哭过。不过老孙特别喜欢他，所以我觉得这孩子肯定还是个特别讨人喜欢的孩子。讨人喜欢？奶奶，我觉得这个未婚妻很好，我很喜欢。我们向叶家正式提出订婚吧。方思婉，我不管你和海团另给他买个房子也好，还是把他送出国去上学也好，我不想在叶家再见到他。妈，小空是我的女儿，你是不是想气死我？10几年前猪猪把嗓子都哭哑了，才把老太婆的命救来，你又想让你另一个女儿把老太婆给收走？妈，您这是什么话？我会好好跟小空聊聊的。聊什么？有什么好聊的？我看他反正也不想认我这个奶奶，也不想认你这个妈。哎，我可没说不认我妈，我只是不认你罢了。毕竟我妈还没亲口说过叶宝珠才是她亲女儿呢。怎么样？你也要学那个老婆子说叶宝珠才是你的亲女儿吗？如果是这样，那我的确应该承认是我来错地方了。妈妈，小空，妈妈毕竟养了宝珠20年。赶走，给我把他赶走！他既不认我这个奶奶，那我叶家也不必认他这个孙女。给我把他赶出去！都在这挤着干什么？不知道老太太需要休息吗？叶海川，我是惹不起你这个新女儿的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家里有她没我，有我没她。从此以后，我的小孙女儿只有宝珠一个。妈，你先好好休息。都走吧。头怎么了？还不是叶空干的！姨父，你是不知道这叶空有多过分，他欺负宝珠，还想要把宝珠赶走，叶家绝对不能认他。行了，闭嘴！我们叶家的事儿，你一个姓方的搁这掺和什么？你叫叶空？你也可以叫我11。这是为什么？我是孤儿院收养的第11个孩子，大家都叫我11。你现在不是孤儿了，就算按照顺序，你也是叶家的小三儿。难听。那还是空空吧，挺可爱的。空空，我必须告诉你，你奶奶非常喜欢叶宝珠，而且她年纪大了，受不得刺激，所以哪怕看在你奶奶的份上，我们也绝不会轻易把宝珠赶出叶家。我也必须告诉你，我非常讨厌叶宝珠，还有那个老奶奶。如果在我和他们之间，你选择他们，那这个爸妈我不认也罢。你以为我很稀罕叶家吗？整个豫州都没人见过有人敢以这样的姿态对爸爸说话，而爸爸竟然没有生气。孩子，不要把这种选择说得这么轻易啊！你口中的老奶奶是我的母亲，叶宝珠即便和我没有血缘关系，也算我和你妈妈的养女。20年相处，就是宠物都有情分了，更别说是人。姨父，人家都不稀罕叶家，你就应该先把叶空送走吧，等过个3、5年，学好规矩再回来也不迟。到时候老太太也消气了。不如让我把我的未婚妻带回温家，不知叶叔意下如何？你的未婚妻？谁？当然是叶三小姐叶空。你承认这门婚事了？从来没有否认过。不对吧？如果没记错，从你成年起，两家就时提起这桩婚约。温大少爷，你可是每次都充耳不闻，我还真以为这婚约要就此作罢了。有些话我不想说的太直白。你看呢？那怎么行？就算两家有婚约，叶家女儿也不能轻率住进温家。你听到了？还真是遗憾。之后的时间，我们多多相处吧。豫州我还算熟悉，你有什么想去的地方，
可以找我给你当导游。你确定？这是嫌弃温灿是个瘸子，这么下去，叶家会不会因为他变成豫州上流社会的公敌？随时找我。宝珠小姐可以说是老太太一手带大的，情分就连大小姐和二少爷都比不上呢。想来以后的日子也都离不开她。你们叶家的佣人话都这么多吗？一大早就倒人胃口。是你运气不好，碰上了话最多的那一个，是吧，罗阿姨？只有你一个人。因为你闹的闹剧，昨晚大家都累惨了，你倒睡得香。叫声哥哥来听听。你先叫声妹妹听听。这么肉麻，我对叶宝珠都直呼其名，凭什么叫你要这么亲热？大概是因为我是亲生的，而叶宝珠是个假货。猪猪，奶奶，您多大年纪了，还想在楼梯上追人呢？你这个讨债鬼，你要气死我啊！你怎么还赖在叶家不走？一口一个假货，你叫谁呢？你现在就给我从叶家滚出去！别激动，小心犯病。张妈，先扶奶奶回去休息。我叫叶婷初，是你的姐姐。姐姐，喂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双标是吧？叫姐姐叫的这么干脆？你考虑过老人家怒火共生会从楼梯摔下来吗？没有。那你以后最好想一下，我要出差了，这张卡里有500万，拿去当零花，以后每月我再给你打30万生活费。给我的？在外面惹了麻烦，也可以找宝珠帮忙。看来你真的很讨厌叶宝珠。我不该讨厌她吗？不论该不该，我都建议你不要讨厌她。有奶奶在，你就不可能把她从叶家赶走。何况妈妈真真切切的疼爱她20年，也不可能赶走她。所以呢？所以你讨厌她也没用，只会让自己憋屈。这世上没人能让我憋屈。你们真觉得有我在，叶宝珠还能在叶家快活？放心吧，憋屈的绝不会是我。拜拜。这性子有点可怕。至少不会受欺负，挺好的。妈妈，若薇说，我要是不把叶空带去他的见面会，以后就不让我参加他们的宴会了。这我还怎么在圈子里立足啊？小空，三小姐，是您的电话。找我的？是，文灿少爷问您想出去玩吗？他给您当司机和导游。告诉温灿，我今天要去一场见面会，没空见他。宴会地址发我。文灿少爷说让您把宴会地址发给他。小空，既然决定要去，就稍微遵守一下这个圈子的规则，以后别动不动把扇人耳光挂在嘴边，也尽量少动手。姐姐，你还没来过这种高档的地方吧？这是杜家在若薇16岁的时候就送给她的酒庄，平常的聚会大多都是由她主持举办的。她很喜欢热闹，名下的酒庄、别墅还有跑马场都是我们经常办 party 的据点。谢谢。如果不是知道你在叶家长大，我都要以为你是杜家的佣人了，好厉害！我天，温灿真的来了！温灿还是和那乡下土包子一起来的。你好像不经常参加聚会，他们对你的到来很惊讶。我可是很忙的未婚妻，希望你可以尽快加深对我的了解，这样你就会知道，白捡了我这样的未婚夫，对你来说是一件多么荣幸的事。腿没事吧？表达一下我的荣幸，你应该没有意见吧？你还真是满身是刺啊！
扎起人来还不分敌意。我只是很烦装逼的人。谢谢你的关心，不过有我在，就不用这位小姐帮忙了。叶小姐倒是占有欲很强。你说的没错，还好我听说豫州市里从来没有女人喜欢过我的未婚夫，这一点让我很满意。姐姐，这就是豫州的上流社会，你觉得你能适应得了吗？姐姐，我要去演奏了。乐团的中心是林新洲，家里的富裕程度比不上其他人。叶小姐，刚才这首曲子你能点评一下吗？这可是新洲自己写的哦。好听。就这样？不然你好敷衍啊，是对我不满意吗？还是觉得新洲的曲子不过如此？没有，那就是你不会点评喽。你以前是不是都没听过现场演奏啊？你进过音乐厅吗？不对，我听说你是在孤儿院长大的，怪不得昨天叶奶奶好像并不承认你，是叶奶奶并不喜欢你这个亲孙女吧？那你是不是要被赶出叶家了？若薇，你要不也加入我们演奏团吧？不会乐器也没关系哦，可以拿三角铁。三角铁你知道是什么吧？我杜若薇呢，在这个圈子还是有一点地位的。不管是来参加我的聚会，还是加入新洲的演奏团，都可以成为你留在叶家的砝码哦。你说是不是，李音？是。杜大小姐可是公主，你哪怕是成为公主殿下的女佣，也会在这个圈子获得无上的地位。他说的太夸张了，但道理是这么个道理，你考虑一下。不是你的公主求我来的吗？舔狗先生，早说是给公主殿下办舔狗聚会啊！那就算你们把叶宝珠踢出豫州，我也懒得来参加。说谁是舔狗？当然是你啊，公主殿下的忠诚的狗。哦，还有让我举三角铁。怎么，你这土包子还会钢琴？有本事你去演奏一曲！不是吧，唢呐，他把我们这当什么地方了？这唢呐怎么混进来的？就跟他混入我们圈子一样违和啊！不愧是土包子，他不会是想吹一曲把我们送走吧？好恶心！就算是哗众取宠，也不能这么玩。你怎么想到用唢呐吹的？是只会唢呐还是别的原因？唢呐合适，听说是你写的，曲子很不错。是吗？我也觉得很不错，我还觉得你也很不错。我现在邀请你加入我的演奏团，无论你主玩什么乐器，我都让你当首席，你愿意吗？不愿意。为什么不愿意？看你天赋这么高，不玩乐团多可惜啊！我以后可以根据你的喜好来写曲子。夜空空空小空，我求你了，加入我的乐团吧！不愿意。现在你觉得我的唢呐够厉害吗？我说，新人，你是不是有点太嚣张了？连在叶家的地位都还没争个明白，就跑来我的聚会上撒泼，你真的不想在豫州混了？恭喜啊，舔狗先生，看来你的舔狗生涯也不算白费，能得到公主殿下的一次维护，你应该又能努力舔10年了。你个土包子，别太过分了！你们一口一个土包子，乡巴佬的叫我的未婚妻，是不是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？怎么，温少爷这是真把这个土包……就算叶家还没有给他唯一的身份，他也是我温灿认定的唯一的未婚妻。若薇，走吧，以后这样无聊的聚会就别再来了。你拉着我，我要怎么给你推轮椅？你不能单手推吗？那样姿势会很扭曲的。那你就双手推。我不想，还是你单手自己转轮子吧。早知道我就换智能椅了。为什么不用智能椅呢？老式轮椅要人推，
比较气人。最讨厌装 X 的。在哪学的唢呐？水准那么高，应该学了很多年吧？花河县孤儿院。那么多乐器，为什么偏偏选了唢呐？不是我自己选的。4岁那年，孤儿院有个小伙伴去世了，院里办不起葬礼，院长就自己组了一个吹奏队给他送葬，我负责唢呐。那你小时候还挺善良的。院长说如果我不加入，他就天天在我饭盒里放洋葱。我最讨厌洋葱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突然想起来，你比我小了7岁，还是个小孩呢。你会和小孩成为未婚亲戚吗？我已经到了可以跟你接吻上床的年纪了。我建议你最好不要轻易和男人说起这些话题，容易招惹变态。我当然不会在别人面前说，可你不是个残废吗？以前没发现花河县民风这么彪悍。比不上你们豫州，能对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提出订婚，对方还是个小孩。你知道爱斗嘴也是小孩的特质吗？你在说你自己吗？那看来你比我大的那6岁多都白活了。你再说一句，我就让甜点师往你的冰激凌里加洋葱。好恶毒的大人！知道就好。如果我没有提出订婚，你不能确定自己一定能留在叶家。面对你奶奶的排斥和叶宝珠的恶意，你会一直忍耐下去吗？会。宁愿这样，也一定要留在叶家的理由是什么？甚至不惜和我这个陌生男人订婚，也一定要确保自己留下来。你想在叶家得到什么？人人都有的东西，我只是想得到我本来就应该的拥有的一切，我一定要得到。你指的应该不是叶家的财产和你叶家千金的身份吧？你说的是父母和兄弟姐妹？你真的以为这些一定是好东西吗？如果昨天我没看错，你爸爸妈妈好像并没有完全站在你这边吧？既然你们都不听我的，那我这个当妈当奶奶的继续待在叶家也没什么意思。叶海川，你另外给我找个房子，让我带着宝珠住过去，总好过留在这里被你们的宝贝女儿气死。这是在说给我听的。妈，都怪你到处惹事儿，我才刚到公司就又被叫回来开会了。开什么会？看了还不明白吗？家庭会议，讨论你的去留。奶奶，您是叶家的主心骨，您怎么能走呢？姐姐不喜欢我，我走就好了。反正我早就长大了，也是受独立出去了。奶奶不用为我担心的。这怎么行？我们宝珠从小就被如珠如玉的宠着长大，一辈子都该是奶奶的小孙女。他们不管你，他们偏心，没关系，奶奶会加倍疼你的。妈，我们没有不管宝珠。是啊，你们管了，你们任由宝珠在家里家外都被叶空各种欺负，还要她忍气吞声，你们就是这么管的。奶奶，你不要怪妈妈，妈妈对我已经够好了，只是姐姐在外面受了那么多苦，妈妈肯定要弥补一二的。你若是怪爸爸妈妈，那就是在怪我，都怪我舍不得您和爸妈姐姐，才死皮赖脸的继续待在家里。你留在叶家不需要死皮赖脸，你永远都是妈妈的女儿，也永远都是奶奶的孙女，没有人会赶你走的。是啊，是啊。姐姐，那我也永远都是你妹妹吗？当然。怎么，吃醋了？如果我真的会吃醋就好了，我就是为此而来的。妈，您就别再生气了，只是多一双筷子的事情。实在不喜欢小空，你就当他不存在。我能当他不存在？别人呢？你没听宝珠说吗？今天才第一次出去跟人聚会，就把杜家和李家的孩子一起得罪了。不管是为了我们家的和睦，还是为了叶家在外的名声，谁再有异议，我就当你是希望我这个老太婆从叶家滚出去。那我会带着宝珠离开，让你们一家人团团圆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带我的女儿搬出去。你什么意思？要让别人都以为是我这个老太婆容不得人，连儿媳都要赶出去？我没有这个意思，但要我和刚认回来的女儿分开也是绝不可能的。你在威胁我？那是不是我一辈子不想看到她，你也要一辈子陪着她在外面住？你要干脆跟老大离婚吗？妈，奶奶，我哪里说错了？先生，温少爷来了。诸位好，我今天来到叶家
是准备和叶家谈个生意。叶先生也知道，我最近几年主攻互联网相关产业，在这方面算是小有成就。正好接下来有个项目缺一个合作方，不知道叶家有没有兴趣？这么大的项目，应该多的是企业求着你合作吧？为什么偏偏选我们？虽然叶家在互联网领域不算深耕，但叶家资本雄厚，而且有大小姐在，我相信叶氏未来一定能在互联网占有一席之地的。这么大的蛋糕，你怎么可能自愿分给我们？说条件吧。条件很简单，我要我的未婚妻以叶家三小姐的身份一直待在叶家主宅，或者搬去我家，怎么样？很简单吧？甚至可以说不需要你们付出任何代价。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把他叫来的？才刚回家2天，不想着怎么孝敬长辈，倒是把心思全放在男人身上了，就指着男人给你撑腰是吧？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你滚！你给我马上滚！我叶家绝不承认你这样没脸没皮的子孙。还有你以为拿这个订婚做幌子就能给他撑腰？你知道我们叶家没有这个婚约就不行。我老太婆今天就在这儿做了这个主，叶家和你温家的婚约就此作罢。我看你是不是还要娶这么个没有身份也不要脸的女人回去？妈，既然我的孩子在你眼里这么不堪，那我就和他一起从叶家滚蛋。谢谢您这些年对儿媳的照顾，抱歉以后不能再尽孝了，但还有婷初他们3个在，想来您也不缺晚辈孝敬。鞠躬，有没有点晚辈的样子？哦，至于您刚刚提过的离婚，离就离吧，我会准备好离婚协议书的。还愣着做什么？赶紧收拾行李。真遗憾，既然我的未婚妻都不是叶家人了，这个合作案是要告飞了。不过叶奶奶，有一点您误会了，我愿意为叶空做这些，并不是因为他是叶家人，而是因为他是叶空。就像现在，即便他已经不是叶家人了，也依旧是我温岚未婚妻。奶奶，你老婆什么意思？她这是要为一个黄毛丫头反了吗？是您要为一个黄毛丫头，把您儿子变成光棍了。奶奶，我可不想这么大了还要经历父母离婚这种闹剧，到时候被网友知道了，咱们全家都要变成笑话。宝珠，你先扶奶奶去休息。那妈妈那里？离婚是不可能的，想都别想。你前几年不是把隔壁那栋别墅买下来了吗？先让你妈带着叶空住过去。你这是真的不打算回家了？总不能是真想和我离婚吧？既然你妈妈都那么说了，我当然也是认真的。小空，你怎么才这么点行李？我的东西都寄存在孤儿院里，我不确定能不能把他们带过来。你这孩子有什么不能带过来的？你是我和你爸爸的女儿，我们在的地方就是你的家，把自己的东西放在自己家里，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啊，你误会了，我只是不确定这里到底是不是我家。换句话说，我不确定你们到底有没有资格成为我的家人。我对家和家人的要求可是很严格的，不是我信任的人，不是我信任的地方，怎么有资格保管我珍贵的东西呢？啊，干嘛？我长大后还从来没人敢打我的头。成为家人是不需要资格的，你要怎样才能放心把行李寄过来？首先，不能住在叶家的房子里吧？如果哪天那个老太婆又要赶我走呢？这里是我的房子，在我的名下，还有不许叫奶奶老太婆。就算是你的房子，你能保证你就不会有赶我走的一天吗？你看，你刚刚都打我的头了，你能拿什么保证你永远不会像老太婆一样赶我走？行，这房子我送给你了，房产证晚上给。我看着像那种平白无故抢人房子的人吗？我又不是。那你想怎么样？你把房子转到妈妈名下吧。还有，除了我和妈妈，谁都不准擅自进入这栋房子。什么？叶空，你不要太过分！难道我来找我自己亲妈还得经过你同意？妈妈同意也可以啊，我只是说你们不准不打招呼就自己进来，又没说开门权限在我一个人手上。你当我是要把妈妈囚禁起来的变态吗？都怪我当年认不出自己的女儿，才会让她在孤儿院那种地方养成这样的性格。但她一直都在花河孤儿院长大，从来没有离开过，怎么会养成这种性格？花河县这个名字，爸爸，这个地方是不是还发生过别的事？当年不是闹得很大吗？关于福利院的那些女孩子。花河县，好，我会找人重新去查一下。姐姐，你真的要和温灿订婚吗？虽然他条件的确很好，家世背景、能力都无可挑剔，但他可是个瘸子。其实原本
他要是没出车祸的话就好了。他要是没出车祸，说不定都不需要你回来了。到了今天，你还要说爸妈是为了不委屈你才找我回来的吗？你到底在逞什么强？姐姐，你知道吗？妈妈带着你从叶家搬出去的事，大家都知道了。你想知道他们都怎么说你吗？脚夹筋，栽心，扫把星。不过你放心，我都有帮你说话的。对了，姐姐，我今天是过来找妈妈一起做烘焙的，好几年了，我们每周都有这样的共处时间。怎么样，姐姐也要和我们一起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正好啊，看了都知道，你是不准我进去找妈妈。我正愁破局很难呢，真是谢谢你主动把机会送到我手上了。妈，这个心狠手辣的怪物，不怕我真的死在这里？宝宝，妈妈给你切了水果。那是猪猪吗？嗯。他在那里站了多久？2个半小时。猪猪，好疼！妈，快打给周医生，他刚给奶奶开了药，还没走。重度中暑是可能会要命的，宝珠小姐本来身体就不算好，以后可千万不能再发生这种事了。叶家也真是倒霉，这哪里是带回了一个女儿，简直就是带回来一个灾星啊！你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我才要问你，你要干什么？我知道你讨厌叶宝珠，可是这不代表你可以这样撒她的命，你是需要她死吗？不对，是他自己想死。如果换成你，被人关在门外，而且是在炎炎烈日下，你会选择离开，还是一直站下去？谁不知道他在用苦肉计？即便知道他在用苦肉计，可一旦是危及生命的事情，哪怕只有1%的可能，也应该要阻止，这才是正常人的想法。意思就是，就算是他自己找死，错的人也是我这个旁观者，是吗？他不是毫无相干的陌生人，他是爸爸妈妈养了20年的女儿，是我和姐姐叫了20年的妹妹。你知道20年有多漫长吗？就算是条狗都养成家人了，何况他比你乖巧听话10000倍。和我有关系吗？昨天我就说过，这个房子是我的地盘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都不准进来。而你们也答应了，我只是在执行我自己的规则。你们不过1天就已经违规了。你疯了吗？这是一条人命，无论你再怎么恨他、讨厌他，你也不能自己都不珍惜的东西，凭什么要我替他珍惜？你这样，最痛苦伤心的是妈妈，她已经很努力的想要靠近你、弥补你和爱你了，可你让她看到2个孩子之间的互相残杀，这对一个母亲来说有多残忍？这么高的温度，你能想象自己在这里站2个半小时吗？你这温度很高吗？花河县每到夏天平均温度有40，孤儿院里是没有空调的，甚至连电扇也总坏。2个半小时，我在这样的温度里度过了17个夏天，你要帮我算算那是多少个小时吗？你打我了啊？我上一次挨打还是在10年前。本来我是该10倍讨回来的，但因为我们有血缘关系，就抵消了。可也只有这一次。叶真，我不是来求你们施舍亲情的乞丐，你没有资格居高临下的教训我。等他醒了，就让他从这里离开。还有，这种事如果还有下一次，我还是会做一样的选择。
如果不怕死，就尽管继续试吧。我好像听到姐姐在说什么。妈妈，你真的要一直住在这里吗？难道我以后连想见你一面都做不到了吗？哥哥，刚才谢谢你，我差点真的以为自己要死了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还要在门外站那么久？我还以为姐姐一定会开门的。是吗？那看来你对叶空的印象还挺好。明明他已经在宴会上揭穿了你的真面目，让你丢尽了面子。这样一个连奶奶都可以气晕的人，你居然还觉得他会对你释放善意吗？宝珠，以前没看出来啊，你居然还是个这么以德报怨的人。妈妈，我只是一时情绪激动，就顾不得那么多了。如果重来一次，我肯定不会这样钻牛角尖的。妈妈，你跟我回去吧，姐姐性格这样偏激，我怕你会受伤的。我求奶奶让她把姐姐留下来好不好？我想要我们一家人幸福的在一起，可为什么这么难呢？宝珠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妈妈，你同意跟我回去了吗？猪猪，你是个好孩子，我很感激的理解。可是猪猪，原本小空也该在叶家度过那幸福的20年的。你们就当我是个昏了头的妈妈吧。面对叛逆期的女儿，不知道教训，只知道维护。宝珠，以后没有重要的事，你就别来这边了。小空的确对你敌意很重，可你就算因为他受了伤，妈妈也是很难为你讨回公道的。所以你要保护好自己。妈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就是，我现在就是个急于和小女儿搞好关系的无能母亲。你们如果真的是为了我好，就别来给我添乱了。哥，妈妈她……以前我叛逆的时候，妈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妈这也太双标了。小空，你要出去吗？温灿说要接我去他家转转。去了温家要有礼貌一点，人家可是传承几百年的老贵族了，你可不能在那儿砸人脑袋。你们到底对我有什么误会？我可不是那种一言不合就给人开炮的暴力狂。好了，快去吧。昨晚睡得好吗，未婚妻？很好。你不跟我讲讲温家的注意事项吗？至少给我介绍一下人员吧。不需要，你可以随意发挥。那我到时候搞砸了，可别怪我哦。我很期待。你别告诉我这些都是你家的佣人。对。你就是叶空吧？我是温灿的父亲温荣，欢迎你来到温家做客啊。我是叶空，谢谢您的欢迎，但我想先去洗手。不是我有洁癖，而是您有手汗。叶空，这温家大的让人容易迷路。这位小姐是叶空。原来是叶三小姐，快请坐。我叫温莲，是温家旁房的孩子，也是大伯的养子。像我这样旁支的孩子，最近家里来了许多，待会儿吃饭的时候你大概就能见到了。里面还有几个刺儿头，不过有大哥在，也没人敢欺负你的。今天难道是什么特别的家宴？温家居然是这么相亲相爱一家人的温暖家族吗？当然不是，他们是来抢继承人位置的。温家要换继承人，你也觉得没必要吧？大哥就算一辈子都站不起来，也不会影响他掌控温家的能力。我也不懂大伯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他们父子俩最近的关系远不如前了，搞得我很慌。你说你是温家的养子，那这么说的话，你也在继承人的备选名单上喽？叶小姐，别跟我开玩笑了，就我这个身体，能活到30岁都算我幸运了，我怎么可能去觊觎温家家主的位置？人的欲望和身体的强弱是没有关系的。
你如果想得到温家，就算你明天就会死，也不影响你今天为此做出行动。你没事吧？哎，连哥，我们来烤鱼啦！连哥，温连尊落水了，有人推他下水，杀人了！你打算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你还问我怎么办？你选的未婚妻来我温家做客的第一天就把温莲推下了水，他这简直是要杀人！那你想怎么样？婚约取消，你不能娶她。你为什么要推温莲哥？你这是杀人，你知不知道？我都听说了，你就是大哥的未婚妻啊。不过今天以后应该就不是了。你别想狡辩，我们这么多人可都是亲眼看到了的。别以为有大哥给你撑腰，你就能高枕无忧了。温连哥在温家的地位和大哥可是相差无几。你说话呀！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说，知道心虚了？你还敢躲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大哥，叶三小姐，看在两家关系的份上，我不会报警，但我无法接受一个会对病人下杀手的人来做我的儿媳妇。你都不问我到底是不是我推的他吗？或者哪怕等他醒来问问他自己呢？还需要问？我们都亲眼看见了，就是你把正在咳嗽的温连哥推下水的。你敢说你没有碰温连哥？对，就是我推的。三小姐愿意承认就好，要不然等到温莲醒来再问他也是可以的。不用问他了，我可以全部坦白。可你们难道就不好奇我为什么推他吗？要知道，在此之前我可从没见过他，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。无冤无仇的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因为他说了温寸的坏话呀。怎么可能？你胡说什么？温连哥才不是那种人，他和大哥关系可好了。这么一想，他不光说了温灿坏话，还说了你们所有人的坏话呢。他说温家最近来了很多旁支的孩子，一个个肥头大耳，血脉低贱，却还做着不切实际的梦。主家一发话就立马倒贴上供，恨不得给他大伯舔鞋子，好成功顶替温策的位置。还有你啊，温叔叔，他说你是个心狠手辣的老不死，亲儿子瘸了就想一脚踢开。他说他也是你的亲儿子呢，温叔叔。原来除了温策，你还有私生子吗？叶小姐，我无意代替你的长辈管教你，但你刚才所说的话，不光是在污蔑温莲这个受害者，同时也是对我，甚至对温灿母亲的严重指控。我只是听到什么说什么，就算温莲是在胡说八道，那也只是在指控叔叔你吧，和死去的阿姨有什么关系？我和我去世的妻子和你商业联姻的父母不同，我们是彼此相爱才结婚的，哪怕他已经离去。那你怎么不跟着他一起去死呢？如果你真的那么爱你的妻子，为什么你不和他一起离开呢？为什么你妻子生下的儿子刚刚残废，你就要迫不及待地找人来接替他的位置呢？好了，你刚来豫州，对很多事情都不了解，我之后会慢慢跟你讲的。跟我出去吧，我送你回去。还真是火力全开呢。会有麻烦吗？不会。才回来，你妈妈给你做了蟹黄包。妈，你还知道叫我妈？我是你妈吗？为了个才刚认回来的女儿，连生活了几十年的家都不要了。我养你几十年，还真没想到你居然会在这个年纪突然进入叛逆期。妈，您说什么呢？我晚上不还是住在老宅的吗？您先进来再说，刚好思维把饭做好了。我可不敢进来，不是说没有你女儿的允许，谁都不准进吗？宝珠都能在外面差点战死了，我这个老婆子哪里还敢随便进你们家？奶奶，我们回去吧。回去什么回去？这里也是叶家的房产，凡是叶家的就都有你的一份。你给我站住！
叶空，妈，滚开！我以前都不知道你竟然是这么个狠心凉薄的人。这个灾星一回来，你不光是把养了20年的宝珠给丢到脑后了，连我这个当妈都不要了是吗？妈，你先冷静一点，有什么想说的先进来。哼，进来？我敢进来吗？没有你女儿的允许，谁敢踏进你家的门？那你想怎么办？总不能就在这门口让人看笑话吧？从这个灾星回到叶家开始，叶家就已经成了全豫州的笑话了。妈，她是我女儿，不是什么灾星，她还是您的孙女。你知道温家今天发生了什么吗？我的老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，说这个不懂规矩的东西把温莲给推下水了，昏迷到现在才刚醒。现在的温灿就是个再也无法继承家主之位的瘸子。这个灾星不知道靠什么手段勾到了温灿，你们一个个都以为他是找到了大靠山，在我面前都敢抖起来了。哼，可也不看看温灿，他就是个废人，他能看得上叶空？妈，不要再说了。当初我同意让他回来，本就是为了让他代替宝珠嫁给那个毫无前途的残废。宝珠被我叶家娇养了20年，哪里受得了那种苦？而你们这些蠢材，可现在倒好，他在温家干出了那种事，惹恼了温柔，我看他连那个残废都嫁不了了，居然还为了这么个东西，把我的宝珠欺负成这样。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让温荣、让温家消气。哦，那你觉得我要怎么做才能让他们消气呢？当然是上门道歉，人家要你怎么做就怎么做。就算他们要以杀人未遂将你告上法庭，你也得乖乖去被告席上坐着。当然，只要你足够听话，叶家还是可以花点力气让你过得舒服的。毕竟你也是叶家的血脉。是吗？那我还真是深感荣幸啊。现在的温灿就是个再也无法继承家主之位的瘸子。这个灾星不知道靠什么手段勾到了温灿，你们一个个都以为他是找到了大靠山，在我面前都敢抖起来了。哼，可也不看看温灿，他就是个废人，他能看得上叶空？当初我同意让他回来，本就是为了让他代替宝珠嫁给那个毫无前途的残废。来，让我找找温灿的微信在哪？找到了，发送。再叮嘱他一下，让他把录音给他奶奶听听吧。知道了。他说知道了，哎，你开心吗？死老太婆！地废，都知道会被我气晕了，还要自己来找气受，有时候还真是搞不懂人类啊，受虐狂吗？我从不拦着人找死。妈妈，我饿了，我要先吃饭喽。哦，吃蟹黄包的时候小心一点，别被烫到了。知道了。宝宝，妈妈和你聊聊好吗？好。宝宝，妈妈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哪一方面？什么事情？在面对你奶奶的时候，还有面对宝珠的时候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怎么想吧，反正我又没把她当成奶奶，就是个莫名其妙就爱找我麻烦的老太婆而已。至于叶宝珠，看在你们的面子上，我已经对她很不错了。而凡是我讨厌的人，我一般都会想方设法的让他完蛋的。那你之后想做什么？我才不告诉你呢，告诉你了，你就要想办法保护他了。你为什么要哭？你在为叶宝主害怕吗？宝宝，你到底是怎么长大的？是不是妈妈没有弄丢你，你就可以比今天无忧无虑10000倍？妈妈好想知道你的过去，在学校有没有被人欺负，有没有好好吃饭睡觉，有没有大人会保护你，会爱你。可妈妈又好害怕，我怕你比我想的过得还要不好，妈妈会崩溃，会发疯的。宝宝，是我对不起你，妈妈又该怎么做才能弥补你呢？没事儿，我过得挺好的，你别哭了。至于弥补，当然可以，我就是为此而来的。接下来几天有事儿吗？说有也有，说没有也可以没有。怎么了？没有的话，跟我一起去球场，也陪我工作几天。你边打球边工作吗？只是谈合同的地点约在那儿。只有我们俩去吗？不一定，宝珠也可能去。姐姐，
我要去玉婉球场谈个合同，你要跟我一起去吗？真的吗？姐姐要带我出去玩？别急着高兴，夜空也去。我有什么好不高兴的？我正愁没机会和他好好谈谈呢。谈谈就不必了，我不觉得你们能谈出什么结果。我只是想看看你们到底有没有可能和平相处，哪怕只是表面上的。姐姐，你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，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。如果失败的话，我会把你送去国外留学。为什么？因为很烦。每一次听到你被夜空欺负了的消息，我都觉得很烦。欺负人的是他，让你烦的人也是他，凭什么要被送走的人却是我？因为他是不会低头的。同样的话若是说给他听，他只会转身就走。他没有走啊，奶奶不是也说了要把他送走吗？也没见他离开爷家。可奶奶被他气晕了几次，并且他还叫奶奶老太婆。我和爸爸妈妈都不想落得奶奶那样的下场，所以我们不敢惹他。所以你就要来监视我？因为这种监视对你有用。你和夜空不同，你绝不会离开叶家，所以你一定会努力达成我的要求，不是吗？为什么姐姐？你以前明明很喜欢我。我现在也依旧喜欢你，毕竟你当了我20年的妹妹，但你的行为越来越夸张。最开始还只是3番5次挑拨奶奶，后来甚至拼着站到中暑也要晕倒在夜空眼皮子底下。再这么下去，你是不是要拿着刀塞进他手里，让他捅你个半死？听起来就像在担心我一样。我的确在担心你，我没那么多时间跟你谈心。告诉我，球场你要去吗？我有的选吗？去。至今都还敢在我面前撒气，却还觉得人人都在欺负他。若薇、夜空和温灿明日会去玉婉球场，你去吗？好。哟，好巧。你俩还挺有缘，这就又遇上了。加害者与被害者，杀人者与被杀者。难道你姐是带你来跟苦主磕头道歉的？喂，杜若薇，你别太过分了，把她做过的事儿说出来就是过分了。温莲难道不是她推的？温莲都怕了你了，能对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就下狠手的人，很难不怕吧？温莲身体本来就不好，她可真够恶毒。人家一个不开心，连自己奶奶妹妹都能气晕，外人算得了什么？在外面养大的就是有这种弊端吧，虽然是亲生的，和野种也没什么区别。你怎么来了？温莲邀请了我，不过是因为听说你会来我才来的。你会打高尔夫吗？当然会。我就不会，我甚至很少来这种高端球场。那你今天可以好好玩一玩，我可以当你的老师。你腿都不便，怎么当老师？语言指导。也不是不行。夜空，你听不到别人说话吗？回叶家这么久，还没能改掉你在外面养成的没教养的习惯，到底是叶家教的不够，还是你本质太烂，根本无药可救？听起来杜小姐对我们叶家的教育方式很有些意见。夜空回来不久，的确跟你们交流不来。你们有什么想说的，不如来找我。听初姐，若薇一向是这个脾气，您别跟她计较。叶三小姐应该也不会介意的吧？待会儿我们向你赔个不是。哟，舔狗先生，又见面了。还有你，这才是我们第3次见，我就突然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儿。为什么在所有人当中，就你针对我针对的最积极、最认真呢？我刚才思考了一下，突然想到一种可能。我说你该不会喜欢温灿吧？什么？若薇喜欢温灿？我靠，不会吧？你在胡说什么？我怎么可能喜欢？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他？一个残废，一个要被养子夺走一切的没用的残废！我凭什么要喜欢？我才不喜欢他！那就好，我也希望你没有再打他的主意，毕竟他现在已经是我的未婚夫了，而我又是个占有欲很强的人。
你把我往里面推，是已经订了房间吗？没有啊，但你肯定定了吧？嗯。我想吃甜品。我带了甜点师。你也太贴心了。未婚夫的基本素养。哇！你可以哇的再有感情一点，小推一下。哇！这次不错了。若薇，他说的不是真的吧？当然了，真晦气！我不玩了。你瞄准能力也太差了，这明明应该很简单才对。说来你可能不信，我以前还学过一段时间散打。哦，那确实看不出来。我不适合任何运动，还是算了吧。要不我来教你啊，叶三小姐，你求求我不就？我操，周总，你没事吧？叶三，你疯了！你知不知道这样有可能会砸到人脑袋，会死人的？知道有可能会死还来惹我，那不就是找死吗？你们天天在论坛里说我是疯子和杀人犯，却又老爱围着我嘴贱，这种行为要我怎么理解呢？受虐虫。叶三小姐不是不会高尔夫吗？我来教你，在场所有人中，我的技术是最好的。快走，跟上！李英，你疯了吧？叶三小姐居然记得我的名字，这可真是荣幸。好。你到底是在为杜若薇出气，还是在为你自己出气？杜若薇真的喜欢温惨？没有，我看到她眼睛肿了，在人前都控制不住感情。那在背后，杜大小姐又到底为温灿哭过多少次？真是可怜啊，舔狗先生。她为你哭过吗？你闭嘴！我不管你们如何，但这些不是你们拿我撒气的理由。放心，不会死的。叶空，你这个贱人！有没有受伤？没。杜若薇，我不管你们在玩什么狗血苦情的爱情戏码，但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们，就算你暗恋温灿暗恋到死也好，这死舔狗要舔你到死也好，都不要再来惹我，不要把我和温灿扯进来。你胡说，我是不是胡说你自己知道。就像现在，你疯狂骂我以及想要揍我，到底是想为李英报仇呢，还是因为我是温灿的未婚妻呢？你想走？李英被你打成这样，难道你还以为自己能全身而退吗？不会真的以为只凭叶家就可以只手遮天吧？你不说我还忘了。李少爷，虽然我不确定你知不知道，但我就当你知道了。多年前，花河县福利院李氏慈善基金。你是谁？再见了，舔狗先生。站住！叶空！住口！是我先动手的，所以这件事到此为止。你说什么？
叶空，叶空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可能是低血糖犯了。你不是下午才吃了一大份甜品吗？怎么还会低血糖？我贫血啊，现在已经好很多了。15岁到17岁期间，我贫血到随时随地都能晕过去的程度。那时候睡觉都睡不好，半夜会在心悸中醒来，然后经常性的耳鸣。有一次我本来正在翻窗户，想从房间里爬出去，结果翻到一半突然头晕，差点没摔死我。为什么要翻窗？你这么背过叶宝珠？真好啊！我小时候可没有姐姐背我、牵我、抱我，比我大的人都爱揍我，他们会把我的床弄湿，把我的饭盒砸碎，还往我的衣服上乱写乱画。但这些都毫无新意。那最有新意的是什么？最有新意的是，他们像种花一样把我埋进土里，只留下一个脑袋在外面。多亏了他们。那个晚上，我第一次全程见证了星星的升起与落下，然后我就画了我至今为止最满意的一幅星空图。有时间给你看啊。怎么不走了？我很重吗？是啊，重死了。怎么可能？我可是一点都不胖的。你应该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太弱鸡了。若薇，夜空那天居然当众说你喜欢温灿，你闭嘴！若薇，这可不是我说的，都是姐夜空说的。但是现在整个圈子都在讨论这个事情。夜空，说起来，那天李英被打，居然还能护着夜空。李英不会是也喜欢上夜空了吧？这么寒酸的臭老头你也认识？我好像在爸爸调查的资料里看过，他好像是夜空孤儿院的院长，听说是夜空唯一承认的亲人。夜空的亲人，你是夜空孤儿院的院长？你认识石毅？还真是巧，那夜空做的孽就你来还吧，我倒是要看看他能拿我怎么办。夜空，我在蓝山咖啡厅等你哦，不见不散。我先走了，若薇。夜空，看来你的院长爷爷真的对你很重要了。真是奇了怪了，为什么都到这个地步了，你们还一直觉得我好欺负呢？不就是欺负人吗？就你会？夜空，好了，不要再打了，会有麻烦的。夜空，你个贱人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应该是杜家的人，杜家对杜若薇特别宝贝，这次恐怕不会轻易算了。你先去躲躲。为什么要躲？我跟你说，豪门的人都是很会欺负人的，他们根本不管法律如何，把你也打一顿，反正他们又不是赔不起钱。这种时候抢的就是时机，谁能快一步，谁就能掌控局面。你干嘛呢？还不动？你可真是个怪人啊！这时候你还有心情吐槽我？不是吐槽，是夸奖。谢谢你的提醒，我觉得你说的很对，正好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什么意思？豪门不讲王法，谁能抢占先机，谁就能控制局面。夜空是吧？你可以选择主动跟我走，或者被我的保镖强行带走。除此之外，你什么都不能做。杜夫人，
想带我去医院，我如果去了，你要怎么对我呢？我不欺负小孩，你只要跪在我女儿面前磕头认错，直到她愿意原谅你为止。那如果她不肯原谅我呢？我说了，直到她原谅为止。如果她也要掐着我的脖子扇我10几个耳光呢？您带我去医院让她解气，不会也要任由她这样对我吧？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？我的女儿从小到大，我没碰过她一根手指头，你却敢那样对她？理所当然？按照这种逻辑，应该是杜若薇先被大卸8块吧？毕竟她欺负过的人可数都数不过来呢。所以你是在为那些不值钱的贱命鸣不平？你不会以为自己是来上流社会里当女侠的吧？既然你的父母没有教你，那就让我来教你，什么叫上流社会的规则？还是你想被我的保镖强行带走？我现在总算知道你这对儿女的德性都是跟谁学的了。欺负人的时候不觉得自己需要付出代价，但受欺负的时候却会愤怒，会要求对方10倍100倍的偿还，就因为你们天生命贵。呵呵，好不要脸！叶空，我不会跟你走的。如果你让你女儿跪下来给我磕头，我倒是有可能考虑一下。你好大的胆子！祝夫人，你错了，我不是行侠仗义的女侠。锄强扶弱4个字里，我只占1个字，我是那个需要被除掉的强。杀了他！杀了他！给我杀了他！住手！你没事吧？吓死妈妈了！方思婉，你是要杜叶两家彻底撕破脸皮吗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敢来护着他。我告诉你，方思婉，今天就算是叶海川在这里，我也一定要让你女儿付出代价，否则我杜家和你不死不休。空空，是你？是我干的，杜夫人。我爸是叶海川，我未婚夫是温灿，我也是你口中的上等人。既然如此，你那套欺负人不需要付出代价的规则，我拿来用用又怎么了？给我把他带走！不择手段，不择手段！谢谢你能来啊，妈妈。走，妈妈带你回家。方思婉，既然这么舍不得你女儿，那你也跟她一起好了。我要让这个小为她的所作所为付出1000倍100倍的代价。在叶家来人之前，尽快把叶空带走。如果你方阿姨不肯让，那就连同她一起带走。你怎么不动？对不起，阿姨，送叶三小姐回家。杜夫人，你想教我的上流社会的规则，我已经学会了。爸，你打我！叶空，我对你很失望。我本以为你只是因为从小缺乏教导，性格偏激了些，但是你从回到家里一次的险些害人性命，你这次更是想要杀了杜夫人。叶宝珠说的。宝珠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？你知不知道得罪了杜家，我叶家也会有麻烦。所以呢？你有了解是那女人先来找我麻烦的吗？那又如何？这也不是你伤人的理由。从现在开始，不准出叶家一步，我会让管家看着你。还真是可笑。我打了杜家那母女，叶海川要禁足我，我要离家出走，明天来接我，未婚夫。好。进。今天的事情我已经和爸爸解释了，他打你是他的错，无所谓，反正是无关紧要的人。小空，你之前和杜家有什么渊源吗？或者是说那些家族？为什么这么说？你可以依赖我们，
至少可以依赖我。无论你想做什么，我都会帮你的。我知道了，如果到了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我会毫不犹豫地向你求助的。会有危险吗？你是问我还是问别人？当我没说。刚才你说需要帮助的时候会找我，跟我约定，拉钩。好吧，拉钩，我教你啊，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，变了就是猪八戒。拉过这个钩，我的每一个承诺就都作数了。小十一，我一定会陪你杀遍全国奇谭，再登上世界第一的宝座。到那个时候，如果你还没有找到那个全世界最爱你、只爱你的人，那就让我来当那个人吧。姐姐，你真是个最完美的试验品。试验品？你说我吗？对啊，就是你。什么试验？让夜空心想事成、得偿所愿的试验。比如现在，我想吃又大又甜的葡萄，姐姐可以帮我弄一点上来吗？等着。忘了告诉你，这么跟我说话是会挨敲的。试验品。妈，你少和叶宝珠联系吧。听出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连名带姓的称呼宝珠了？不然呢？你是真的不把宝珠当妹妹了？我的妹妹本来就只有夜空一个人，你的小女儿也只有夜空一个人。可是无论如何，我们都和宝珠一起生活了20年，她叫了我20年妈妈，叫了你20年姐姐，我们对她的疼爱也都不是假的。妈妈，我知道你连看电视剧、看电影都只看大团圆，一定也希望我们家可以按照你所想的那样走向大团圆，但你还是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。夜空不可能和叶宝珠和平共存的，而我绝对站在小空这一边。秦小姐，您不能这样，先生，秦小姐硬是要往里冲他。没事了，我跟他谈。秦小姐，你还叫我秦小姐？你知道所有人都在说温家的实权人已经换成你爸爸了吗？你知道甚至有人开始想给你爸爸介绍相亲对象吗？那又如何？那又如何？那你知道，有人向你爸爸推荐了我作为结婚对象，而我的父母欣然赞同，你爸也毫无推拒之意吗？你哪来的消息？温灿，你必须帮我，这件事本来就因你而起。你冷静一点。你想让我怎么帮你？3日后你父亲的生日宴，你当众取消和叶空的婚约，假装和我在一起，哪怕只有1天也好。只要消息传出去了，你爸这么爱重名声的人，无论如何都不会干出和儿子抢人的事情。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总不能还要拒绝我吧？还是你真的想看着我给你当后妈？你知道我妈跟我说什么吗？她说让我早点嫁给你爸，早点生个孩子当下一任的温氏集团继承人。你说话呀！擦擦眼泪，冷静一点再聊。我已经冷静了，温灿。等解决之后，我可以亲自给叶空道歉，我愿意用全部身家为你们准备新婚礼物，但你必须要帮我。我可以帮你找其他更合适的联姻对象。你说什么？什么联姻对象能比得上你？什么联姻对象能让温家退却？所以你找我，让我跟你订婚，是唯一的解决办法。不是真订婚，只是假的，或者不需要订婚，只说我们在一起了就行。温策，你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，我绝不能被你爸毁了，我也绝不忍受这样的羞辱。你不愿意答应我，是不是因为叶空？可我事后我会跟他解释的。事后，意思是我还得瞒着他，让他以为我是劈腿了，移情别恋了。这件事不能让别人知道，太丢脸了。一旦传出去，我恐怕会成为整个豫州的笑柄的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为什么能理直气壮说出这么离谱的要求？离谱吗？是我的要求离谱，还是你爸想娶我离谱？就算我爸离谱，你很可怜，也不代表你能理所当然让叶空也为你付出名声。那叶空莫名其妙被我分手，被你抢走未婚夫，他不会丢脸吗？他不会成为整个豫州的笑柄吗？可他不会受到任何实质性的伤害，我却面临着嫁给你爸这样荒谬的灾难。何况到时候我会向所有人解释的。冉秋，我会帮你的。
但不是以你想的这种方式。那你还能有什么方式？宣扬出去，制造舆论，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温柔像老牛吃嫩草，温柔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他那么在乎自己的名声，听到的这种言论多了，自然会放弃，甚至可能会为自己澄清。不行，我说了，我绝不想被人知道这件事。被温柔这种不要脸又没用的老男人觊觎过，光是被别人知道，我就觉得浑身发痒，反胃想吐，别人也一定会嘲笑我的。用我说的办法，哪怕事后给叶空下跪磕头都可以，只要你帮我悄无声息的过了这一关，我以后拿你们当救命恩人。这谁？嗨，好巧啊，秦小姐，你现在就可以对我下跪磕头了。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我没来得及说。你太过分了，温灿。如果你想去帮忙，我并不介意。未婚妻，我还是很手难得的。豪门联姻，秦冉秋即将联姻大30岁的温家下一任家主温荣。看来秦小姐的秘密瞒不住了。小十一，3天后温荣生日宴，张志成会去，一切都安排好了。欢迎大家来到温某的生日宴。想来各位近日也是听到了一些传言，但事关我儿子最在意的人，我这个老头子必须得出来澄清一下才行。儿子最在意的人，他指的谁？是叶空还是秦冉秋？再为秦冉秋澄清，那肯定是秦冉秋喽。嘻嘻，本来就是他们比较般配，叶空算什么？当然是爱冉秋更多。没听说过吗？求而不得的才是最好。今天在这里做一个正式的澄清，秦冉秋这个小辈，他是受了我儿子的连累，只因为曾和我儿子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，就被人无端造谣诽谤，名声受损至此。孩子们的感情，我们任由他们自由恋爱的态度。如果最后冉秋小姐能和我儿子重修旧好，温家自然会欢迎她这位品行与能力兼备的儿媳。阿琛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好今天去医院检查的？临时起意，不过还好来了。今天我要是不来，我的未婚妻岂不是要被你们欺负死？父亲，您刚才说什么？谁曾和冉秋小姐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？温灿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谁要和冉秋小姐重修旧好？不承认？阿琛，爸爸可没教过你做一个没有担当的渣男，哪怕分手了，对待曾经爱过的人，也应该有起码的尊重和保护。秦冉秋小姐，请问我们什么时候在一起过了？你怎么没有通知过我？温灿，回答我，秦小姐，你什么时候成了我的前女友了？我们是牵过手，还是拥抱过，还是接过吻？怎么，我的女朋友是很见不得人吗？交往之中得被我像做贼一样的藏起来。当我温赞是什么人？以为我不在场就可以随便污蔑我，随便往我的未婚妻头上泼脏水？阿琛，你就算再怎么喜欢叶空，也不能这样对秦小姐，你的风度都去哪里了？我一个残疾人还有什么风度？温灿，你说话一定要这么残忍吗？就算不是情侣，好歹也是朋友，你都不会觉得冉秋可怜吗？你们不但害我未婚妻误会我是个脏男人，还给她泼脏水，她不可怜吗？我们两人，一个被叫疯子，一个被叫残废。父亲，我都已经没有前途可言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让我这么不痛快？看到你儿子这么丢脸，你很开心吗？阿琛，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，那就是爸爸错了，我不该听信秦小姐的一面之词。好吧，希望从此以后，您真的能做到不再干涉我的感情生活。这是自然。抱歉大家，影响今天的宴会进行，还请大家继续享受美酒佳肴。一段时间不见，两位应该还记得我吧？杜若薇，叶三小姐，你为什么不回头？许久不见，不知道你妈妈的手好全了吗？叶空，你是不是以为自己真的能永远得意？可惜今天过后，我就要你们这对恩爱情侣变成整个豫州最大的笑话。叶家的三小姐，你敢回答我，在被叶家带回豫州之前，你一直都在哪里生活吗？什么意思？不是说因为身体不好，所以养在国外？我听说是养在江南一带，反正是山清水秀的地方。我听到的版本是跟豫州八字不合，所以送到别的城市去了。这意思是另有隐情。让一让！你不敢回答，为什么？是因为你知道叶家传出来的一切都是谎言吗？什么身体不好、八字不好，把你养在外面，全都是放屁！叶空，叶家的三小姐，在今年之前，你和叶家根本就不知道彼此的存在，你不过是个在乡下地方长大的孤儿。你闭嘴！在今年之前，你叶空不过是个被狸猫换太子的可怜虫，而从出生就代替了你的叶宝柱。那只狸猫
当她在豫州这个锦绣堆、叶家这个黄金库里享福当金尊玉贵的大小姐的时候，你叶空在什么地方过着什么样的日子？杜若薇，叶空，叶三小姐，你敢说吗？叶空，你从出生就抵达的地方，你生活了20年的地方，如果不是叶家将你带回来，你还会一直待在那里的地方，是花河。什么？花河？我没听错吧？是花河，是出事那个花河。杜若薇是什么意思？杜小姐，今天不是我们叶家或你们杜家的主场，请你闹事也分一分场合。空空，我们走。方思婉，你们叶家自己闹出这么大的丑闻，却把我们所有人都耍得团团转，这时候倒知道急了。杜若薇，你不要这么跟我妈妈说话，有什么矛盾我们可以私下里谈。私下里谈？叶堡主，你是不是真当我是傻子啊？你一个冒牌货，我有什么可跟你谈的？你个不要脸的贱人！你真当我不知道？上次咖啡厅是你故意告诉我孤儿院院长和叶空的关系。你在说什么？你再怎么讨厌我姐姐，也不能这样离间我们。姐姐，好不要脸的贱种！我是恨不得让叶空去死，但你这种贱人生的小贱人比他更让人反胃。我光是一想到过去这些年跟你这个假货当姐妹当朋友的日子，我就恶过的想吐。够了！你有证据吗？证据？问得好啊！你想要什么证？留下的照片够不够？你在花河县小学留下的笔记录够不够？你在花河县各大集市留下的记录够不够？如果这些能证明你成长记录的物证全都不够的话，没关系，我还有人证。有什么会比那个亲自将你换走，又亲自把你送到花河孤儿院的人更能证明你的来历和经历呢？你忘了，他还来找过你不是吗？就是那个你口中得了艾滋病的脏女。请吧。虽然很脏，作为叶宝珠的亲妈，作为凭一己之力把堂堂叶家耍得团团转的人，你是有资格出现在这里的，不是吗，潘女士？杜小姐，你说话可是要负责任的。如果谁都能空口编造，空口编造，那这个够吗？是叶宝珠和潘女士的鉴定结果，母女的概率是99.7%。怎么样，叶三小姐，这个人证可还算有力？你还要继续不承认自己是来自花河，是在花河孤儿院长大的吗？空空，我们走，回家。我就是来自花河，那又怎么了？你承认了，你承认你……我从小就在花河长大，直到今年才来了豫州，回了叶家。我承认了，那又如何？我被人狸猫换太子，我长大的孤儿院名叫花之河，除了大学我很少离开那里，那又如何？你想说什么？你在兴奋什么？你在得意什么？你在暗示什么？花河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，让你敢对我露出这样胜利者的嘴脸？是因为那里曾发生过举国震惊的重大案件吗？小空，你是不是觉得在花河孤儿院长大的我也必然牵涉其中，甚至就是案件中的一个当事人呢？怎么，你嘴巴一张就想否认，就想证明自己的清白？案件发生的时候你刚好12、13岁。温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叶空想要自己解决，方思婉，还是让他自己解决。若薇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你有告诉你爸妈吗？快别闹了，叔叔把你送回去啊！不如您先回家，有什么事儿之后再找陆家谈。你在说什么呢？你这个坐牢坐了7年的当事犯，你以为只有你在花河看见了我吗？你以为我年纪小，对你又只是远远一瞥，就绝无记得你的可能吗？坐牢？叶空在说什么呢？居然还敢在我面前出言试探，毫不遮掩，你简直蠢得令人发笑啊！明明是在我面前被戴上手铐的张志成先生，居然还敢在我面前大言不惭。家人们，谁懂啊？本来只是来蹭吃蹭喝，外加见识豪门纸醉金迷的，谁知道居然会吃到这么大的瓜！你在说什么呢，叶三小姐？你再怎么慌张害怕，也不能乱咬人吧？好了，今天的闹剧差不多够多了，大家都散了吧。到此为止吧，叶三小姐。在这里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愿意再让大众记起那件事。这么下去，你知道会有多少人把你视作眼中钉吗？你就不怕吗？怕？我为什么要怕？我都不怕让你们知道我就是在花河长大的，我还要怕什么？倒是你们敢告诉所有人，这7年中张先生到底在哪，又到底在干什么？谁都知道志成这些年一直在国外替我工作，才刚来豫州这么点时间，你个小丫头片子不清楚情况是正常的，但明知不了解还这么乱说一通，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是吗？李总这么笃定？那是当然，他出国的任务可是我亲自派的。你知不知道名声这种东西对我这种良心企业家有多重要？你没有证据给我们公司的管理脏水，我要告你！证据？你要证据？那我就给你证据。他真的坐过牢，这7年都是坐牢去了。
李家也藏得太好了，还真以为当年这事儿和他们无关，想都为这事一身包皮，太恶心了。干过这种事还勾起白当高吗？我只能说，不愧是才来豫州半年就声名远扬的叶三小姐。坐牢7年的人的确是我，但真正干了禽兽之事的人可不是我，是吧，李总？爸，你们会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的。张先生、李先生，我们查到您是重大案犯的嫌疑人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你不能走，你刚才说的一切都证明了你的确是当年案件的当事人，我说的没错吧？杜小姐，你是不是失心疯了？我女儿所在的那家孤儿院根本就不是事发的福利院，她都能记住张志成的脸了，说明她当年就在案发现场。而一个10几岁的女孩会因为什么原因出现在案发现场？说啊，叶空，你为什么会在案发现场？空空，跟妈妈回家。该不会张志成和李雪来去花河，是不是就是悄悄去见你？你给我闭嘴！你笑什么？我笑你啊，笑你不知道在想什么，笑你不知道想做什么。你想说什么？你想说我也被侵犯过？你想证明我是当年那些的孩子之一？就算真的是那样，那又如何？你承认了？就算我承认了，那又如何？你居然承认了！你这样的人居然还想悄无声息地混入我们的圈子，居然还想风风光光地嫁给温家，嫁给温灿，简直滑天下之大稽！你怎么还敢这么理直气壮？你们为什么一副抓到我把柄的样子？谁能来解答一下吗？就算我真的被侵犯过，就算我就是那些孩子之一，为什么我不能理直气壮？在你们看来，被侵犯过的人应该要怎样活着？应该像老鼠一样不敢冒头，应该像蟑螂一样不敢见光，缩着尾巴藏着秘密，一辈子活得畏畏缩缩才是正常的。和那些犯罪者有关的人都还衣冠楚楚，一边受众人追捧，一边在锦玉堆里推杯换盏，觥筹交错，活得好不快活。受害者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？我告诉你，如果是我不但不会低着头躲躲藏藏的活，我还要把犯罪者的名字、地址、家族甚至照片全部都刻在我的衣服上。我要见到一个人就告诉我我遭遇过什么，而害过我的罪犯又是谁？我会让他像老鼠一样的不敢冒头，像蟑螂一样的不敢见光，直到他受尽折磨，再在垃圾堆里痛苦死去。杜小姐，请你告诉我，我敢让所有人知道我被侵犯过，可这里在场的你的同类们，有人敢出来说他们与此事有关吗？谁敢？关掉！关掉！谁准你在这种场合搞直播的？你是哪个平台的？保镖呢？你们秦家怎么连这种人都放进来？保镖还不快把他赶走！这位杜小姐，你不讲道理啊！之前你指着那位叶小姐怎样的鼻子的时候，说可没想过要关直播啊？怎么轮到别人揭幕你丑恶嘴脸的时候，你就不许我播啦？你杜若薇不要脸！今天是我家孩子不知分寸，擅闯了各位的盛宴。他今晚闹出来些什么事，我们杜家自会给各位送上赔礼。叶三小姐，我至今最后悔的事儿就是让若薇招惹了你，但所有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。你所说的那个案子，我们杜家未曾参与。从此以后，我自会叮嘱儿女，见到你就绕路。叶空，你不要太得意了！你以为从今以后会有多少家族、多少人把你看作敌人？从今天开始，你会成为整座城市的众矢之的，就连温家也不会保你。我等着看你怎么完蛋！叶空，好了，时间已经很晚了，我们该回去了。妈妈，救命！妈妈，救我！猪猪，猪猪，你忘了我了？我才是你妈妈呀！妈妈就在这里。离他远点儿！离我的孩子远点儿！你这个无耻的拐卖犯！方思婉这是还认叶宝珠当女儿呢。他们感情本来就很好，今天这事以后估计会对叶宝珠更好吧。毕竟有个那么能搞事的亲女儿做陪衬，叶宝珠显得多乖巧啊。我不觉得叶空能容忍叶宝珠的存在。不能容忍又怎样？他现在本来就得罪了好多人，要是没有叶家，他恐怕怎么死的都不知道，还不是得捏着鼻子认了。这下叶家要热闹起来了。说，这段时间你到底被什么人藏到哪里去了？为什么我们到处都找不到你，而你偏偏在这个关头出现了？我是被那个杜小姐带来的。我是问，在杜若薇之前，肯定有人故意把你藏起来了，不然就凭你，怎么可能隐藏行踪到我们谁都找不到？我只是回了我之前住的疗养院。所以是谁出的钱？谁给你安排的疗养院？我说了，凭你自己是绝对做不到的。是我。
空空，你在说什么？你是不是听错了？是我把他藏起来的。他来找你们爆料，是为了要钱治病。可你们一听到他的说法，就立刻把人赶走。当然，他也立马后悔了，所以立刻回到了花河，想要让我离开，好让你们扑个空，让他的亲女儿继续在烈家享受荣华富贵。但我怎么可能听他的？我直接把人抓住了，送到疗养院关了起来。那杜若薇怎么会找到他？准确来说，不是杜若薇找到他，先找到他的人是张志成，然后故意把消息透露给了杜若薇，好让你们以为一切都是杜若薇引起的。不过当然了，把情报透露给张志成的人是我。你知道杜若薇会干什么？我知道，我故意的。姐姐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都说了不会跟你抢的。你让这个女人来找我，是想让她把病传染给我吗？你是想让我死吗？让我彻底活下去吗？猪猪，你别这样，妈妈是很爱你的。你走开，你给我滚！抱歉，一点家事让大家看笑话了。至于一直对大家隐瞒的真相，只是因为这件事的确太过丢脸，才难以启齿。今天的事回家再说。你在想什么呢，方思婉？方女士，你还当自己是我妈呀？你喝多了，在做梦吗？空空，你说什么？明明听清楚了，就不要让我重复了吧。妈妈知道你今晚情绪波动很大，或许你也很生气，但无论有什么矛盾或者不高兴，我们都先回家。真正在生气的人是你吧？听到我说那女人是我弄来的，你不是很生气吗？我看得出来，你很不满。你不许这样对妈妈说话，本来就是你的错。你如果想对付我，想要我死，可以只冲着我。夜空，你哭什么？不是你让我冲着你来的。叶宝珠，你看懂了吗？就算你依旧是叶家的女儿，可以后在这个家里，我可以想打你就打你，想骂你就骂你，哪怕我把你打得头破血流，家里也没人敢指责我。往后你就做我的专属出气筒，怎么样？随叫随到，任打任骂的那种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倒也不是不能容忍你继续留在叶家。够了！怎么了？生气了？那你报警啊！如果你不报警的话，我以后就每天打他一顿，让他给我当保姆当奴隶，让他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给我磕几个响头，算作赎罪，最好还能对我狗叫几十声。夜空，你还想打我？你是不是疯了？疯了的是你！我知道你对我对宝珠都有很多不满，可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完全就是性格有问题。你不能这么极端，这么偏激的活着。你是真的疯了？你以为我刚才说的都是真的？什么？我开玩笑的，我干嘛要打他？还是每天都打，费力死。你以后他和我就没有关系了，我又何必再浪费情绪？我夜空从此以后就和你们叶家再无瓜葛。空空，你不要赌气，我知道你有很多不满，但我说了这些事儿，我们都可以回家慢慢说，不要在别人面前。家？谁的家？你已经做出了选择，怎么还能把叶家算作是我家？选择？我没有选择，我明明……是啊，你没有做出选择，可这已经是你的选择。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方女士，什么都想要，就会导致什么都得不到。空空，你不要这样讲妈妈，我知道你的不满，可是宝珠也是我养了20年的孩子，妈妈可以让她暂且出国住几年，甚至更久都可以。等到你更成熟了，等到你能理解妈妈了，我再……不需要等到以后。我认同你是一个好妈妈，但你只是叶宝珠的好妈妈，而不是我夜空的。你至今都认为我的行为都是在争风吃醋吗？方女士，你还是太不了解我了。每一次让你不能接受的行动，都只是在明确的告诉你必须放弃叶宝珠，你必须做出选择。可你的选择是无视我，在我面前，你只是在努力扮演一个好妈妈，为我和老太婆闹翻，给我做饭、洗衣服、布置房间。你一定觉得自己做得很好吧？所以你才能如此理所当然的无视我对叶宝珠的排斥和厌恶。小空，妈妈只是想让你和宝珠和平相处。你居然还妄想让我和偷走我身份的脏东西和平相处，互称姐妹？您可真是有够贪心的，做梦做得这么大胆，难怪被你养大的叶宝珠也这么脸厚如城墙了。天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夜空，你过分了！你还是闭嘴吧，叶总。我记得第一天到叶家的时候，你告诉我，要想成为你们的家人，我需要自己努力。你知道我当时在想什么吗？我在想，这个人真搞笑，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那么高高在上。你以为我夜空是来你们叶家乞讨的？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说了，跟妈妈回家，妈妈会慢慢教你的。你还在以我的妈妈自居啊？
明明从来没有养过我。这20年，在你享受着母慈女孝、阖家欢乐的幸福日常的时候，我独自一个人在花河当无父无母、受人欺负的孤儿。夜空，你一定要这么跟妈妈说话吗？你这是在剜我的心。这就是剜心了？那你的心未免也太脆弱了。你真该去试试我的生活。被孤立是基本，被骂怪物也总是日常，被围殴、被拳打脚踢也不罕见。空空，妈妈心很痛。心痛？你第一天知道我在孤儿院长大吗？为什么现在才想起来要心痛？说这些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不欠你的，方女士。所以你千万不要陶醉在自己被伤害的慈母剧本里，妄想着我有一天能懂事、能理解你，永远不会有那一天的。所以千万不要来打扰我。差点忘了，我没有占外人便宜的习惯。空空，空空，不要再说气话了。是啊，三姐，对，叶三小姐，你真的不要再赌气了。没有爸妈，你在豫州该怎么立足？你和温家的婚约也是建立在叶家的基础上的。不要扯我，我早就说过，我喜欢是叶空这个人。我和叶空的婚约也不会因为他不是叶家人就取消，就像我从来也没因为你是叶家人就承认过那桩婚约一样。喏，你家的卡。姐姐，你就算要离家出走，也至少得带着钱才行。这段时间过了你消气了，爸妈还会接你回来的。叶三小姐不用担心，我不会回来的。至于这些卡，你把我当成和你一样没有父母兄弟，这得扮可怜才能活下去的废物了。豫州的消费水平和别的城市不一样，你还是……看来你真的把我当没用的穷笨蛋了。认识吗，叶宝珠？天哪！银行存款达到2000万才能拥有的无限额黑卡，这可不是你爸妈给的，这是我自己的。这张需要1000万以上的存款，还需要更高价值的资产证明。这个5000万俱乐部用户，这个我13岁就办了，这个大概是我15岁办的吧，因为赚了太多，一口气办了好几张卡。这张是来豫州的前几天，刚好签了个合同，赚了6000万。怎么样？叶三小姐觉得这些钱够我买颜料吗？够我在豫州衣食住行吗？怎么可能？你这些钱都是……我给他的2张卡都已经被他丢掉了。不可能，肯定是姐姐给你的。真是奇怪，有这么不能接受吗？在叶三小姐看来，靠自己挣到这些钱很难吗？可怎么办？我却觉得超级简单呢。天哪，那居然是叶空自己挣的！叶空才是真正的豪门啊！说到这里，我不得不表达一下我的吃惊。你们豪门啊，拿着社会顶级的资源，怎么这么多都是令人发指的废物？和叶宝珠一样的啃老族和赔钱货是多之又多。太嚣张了！看来在豪门长大也没什么好值得骄傲的，你说对吗，叶宝珠小姐？这回你相信了吗？我不会再回叶家，因为你求之不得，拼尽全力也想抓在手里的东西，对我来讲就是一堆废物。我原本是冲着爱来的，可惜没有人通过我的考试。你们出局了，方女士。还有叶先生，我们作为家人的缘分就到此为止。如果不想结下仇人的缘分的话，以后还请不要来打扰我。后悔吗？后悔什么？来豫州，来考验人性。没什么后悔的。我虽然不知道什么是爱，但是我尝试争取过了。叶空小姐，或许你可以尝试考验一下我，我愿意做只爱你的那个人。请问你愿意和我再尝试一下吗？你们当我温灿是什么人？以为我不在场就可以随便往未婚妻头上泼脏水？好。叶小姐，以后请多多指教。小空，还有什么事吗？叶空，你不回叶家了吗？我不讲废话。那你的画室呢？我会找人来收拾的，到时候还请帮我开一下门。那些花呢？那些花都是爸爸亲自精心挑选，然后一株一株种下，
一天一天照顾着长起来的，你不是很喜欢吗？喜欢也不能代表什么。我知道你说这些是为了什么，无非是想证明你们是爱我的。可如果爱是那么轻易就能被证明存在的东西，那我也就没必要来豫州来叶家了。对了，潘女士，你可别忘了，你还欠着我一大笔医药费呢，就是不知道这个钱是叶家帮你出，还是你女儿帮你出了。另外，这位潘女士其实早在2年前就找到我了，在告诉我全部真相的同时，她还曾对我诉苦，说她在找我之前已经先去找过她长在豪门里的亲女儿了。你闭嘴！你胡说！只可惜这亲女儿是个白眼狼，不肯给她治病钱而已。至于这位白眼狼小姐在被亲妈找到后，到底有没有去做过亲子鉴定，又到底是不是对自己的身份心知肚明，我就不知道了。不是的，妈妈，他胡说八道。既然你2年前就知道了，为什么不来豫州找我们？连孩子被调包都发现不了的亲生父母，对我来说可有可无。现在也只是证明了我的观点而已。小空说的是真的吗？你2年前就见过那个女人了？妈，我没有。妈，你相信我，我如果早知道，怎么会一点痕迹都不露？而且我也没有去做过亲子鉴定，这2年我的行程都是可查的。是啊，是叶空在胡说八道。我2年前可没去找宝珠，我只去花河找了他，可他一点都不稀罕你们叶家。先回家吧，别的事儿以后再慢慢说，把人带回去，真相到底说是什么，多问问就知道了。十一，可以再陪我干一件事吗？好，你想做什么？我原本还想慢慢的收拾这一家人，但是我现在有了你，我不想再和他们耗下去了。需要我帮你吗？不用，我该去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了。温灿，你的未婚妻在我的生日宴上居然把警察都闹来了，我们温家的脸还要不要了？你们现在就退婚，这婚事我不同意。您不同意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你是要气死我！父亲，我今天想最后问您一下，您当年害我母亲的时候，有过一点犹豫吗？是为了那私生子，还是温家下任家主之位？当年那场车祸，我昏迷之前，听到肇事司机给你打电话了。你个不孝之子，你报警了！温柔，你该为你当年的行为付出代价了。你个小畜生，你居然一直在装瘸，为什么骗我？父亲，我要是不装，我能活到现在吗？温灿，你本就不应该出现在这个世界上。要不是你占了家主继承人的位置，我怎么会活得这么窝囊？当年本来死的就应该是你，都是你害死了你妈妈。温荣涉嫌一起刑事案件，温氏涉及偷税漏税，需温家多人配合调查。叶小姐，以后我只有你了，你是我唯一坚定不移的选择。文岑，不要让我失望。叶空，我会用时间来证明一切。压在我心头10几年的巨石，终于落地了。往后，再无恩怨纠葛，只剩我和你。
过往皆为序章，以后的路，我们一起走。十一，你好久没来了。老头，我回来看你了，还带了朋友过来。院长爷爷您好，冒昧打扰，最近天气转凉，给您和院里的孩子带了些保暖物资和生活用品。好孩子，来，都先坐下吧。老头，缠绕我多年的那些身世恩怨、过往纠葛，现在也都彻底了结了。还有啊，我早就看开了。恩怨放下就好，人活着最难得的就是安稳顺遂。空空从小心性坚韧，你也是个靠谱稳重的孩子，你们在一起，往后一定能闯出属于自己的天地，好好过日子。老头是我年少时唯一的底气。小时候在外面被欺负、被排挤、被骂野种、被孤立，我只要回到孤儿院，看到他在门口等我，我就觉得什么都不怕。这里没有豪门的冷眼，没有算计，没有谁看不起谁，是我这辈子唯一干净、纯粹、不用伪装的地方。以前我活着是为了讨公道，为了复仇，为了给过去一个交代，我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。现在尘埃落定，恩怨了结，我也想在这里，在我真正的根这里，和你一起完完全全安安静静的为自己活一次。我都懂。我已经全部规划好了，从今天起，我和温家再无关系，那些权势、遗产、地位、枷锁、仇恨，所有困住我10几年的东西，我全都丢掉。我不要温家的一分一毫，不要他们的人脉，不要他们的光环，更不要那些见不得光的过往。我们从零开始，不开后门，不靠背景，不接任何人的事，就凭我们2个人，一起创业，一起打拼，一起把日子踏踏实实过起来。不用再伪装，不用再提防，不用再算计谁，防备谁。我会用剩下的一辈子给你安稳，不用再逞强，不用再硬扛，不用再一个人面对所有黑暗。你想做什么，我陪你；你想停下来，我等你。我们不赶时间，不求大富大贵，只求干净、安稳、自由。好，从今往后，我们只为自己活。说吧，老实交代。2年前，潘芳是不是真的来找过你？你如实回答，不要撒谎。爸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见过他，你们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我？叶空他就是故意的，他明明回来就能拿回属于他的一切，偏偏还要旧事重提，就是看不惯我安稳待在你们身边，故意编造谎话抹黑我，毁掉我。妈，宝珠，我只问你最后一次，2年前，你到底有没有见过潘芳？有没有在察觉到不对劲，知道叶空才是我们亲生女儿的时候，刻意装傻，隐瞒真相？我没有隐瞒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。妈，我是陪了你10几年的女儿啊，是我日日陪着你，黏着你，孝敬你，陪在你身边长大。就算他是亲生的，可我陪了你们10几年的情分，难道抵不过他刚刚回来的短短10日吗？你为什么宁愿相信他，也不肯信我半分？血缘是底线。她是我们的亲生女儿，本该拥有这一切，但她说出的细节全部和潘芳的口述对上，足以证明你早我知情隐瞒。那就是他们提前串通好的，是他们联手起来故意陷害我。他就是嫉妒我爸扎针了10几年的安稳人生，嫉妒我被你们疼爱了10几年。原来你真的早就知道他是亲生，知道你是外来，却刻意瞒了我们2年。我没有，我真的不知情。妈，你别乱猜，你别被他误导。你不用再狡辩了，你的慌乱，你的掩饰，你的反应，早就已经告诉我全部答案了。
是我替他守了10几年的家，陪了10几年的父母，凭什么他一回来就要收回我拥有的一切？凭什么我小心翼翼守护的安稳，抵不过他与生俱来的血缘和偏爱？今晚好好待在房间反省，在所有真相彻底查清之前，你禁足在家，不准出门，不准再惹任何事端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你生来就是亲生血脉，自带所有偏爱？凭什么我小心翼翼守护了10几年的人生本就是你的东西，你拿回去还要狠心毁掉我？我没有骗你们，我真的没有。猪猪，别淋雨啊，有奶奶在，看谁敢让你走。奶奶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针对夜空了。猪猪，别哭了，走，跟奶奶回去。在想什么？在想我们的新公司马上就要正式开业了，感觉像做梦一样。不是做梦，是我们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。从决定离开温氏集团，到找到办公场地，再到组建团队，每一步都凝聚了我们的心血。是啊，如果没有你，我可能是你给了我勇气，让我敢于追求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。来看看我们最近的成绩。看来我们的员工都很努力呢，我们买点吃的犒劳一下他们吧。那我来准备吧。这段时间大家跟着我们连轴转，熬了好多个通宵，每个人都辛苦了。先歇10分钟，吃点东西补充体力。我们一起从空荡荡的毛圃房走到今天，从只有2个人的想法变成了完整的团队和成熟的项目。这一路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在座每一个人的付出，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心血。各位同事，大家辛苦了！明天我们的公司就要正式开业了。这段时间大家加班加点，为公司的开业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，我和叶总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10分钟后，我们去办公室开个简短的会议。最后一次全员核对细节，查漏补加。明天我们的工作室正式开业。一路走来，我们一无所有，从零起步，不靠任何豪门背景，不借任何捷径资源。往后，我们只凭专业立足，靠实力说话，稳扎稳打，争取一炮打响，稳步走好每一步。阿灿，你看这儿，这里的市场渗透率数据有偏差，我们之前对接的渠道反馈和调研报表对不上，如果开业落地，很容易出现推广断层，得重新核推修正。我看到了，是样本统计疏漏。今晚我们一起复盘所有调研数据，重新梳理渠道适配方案，宁可多熬几碗打磨完美，也不能留半点隐患。终于完成了。是啊，看来我们又熬了一个晚上。等这个项目完成了，我可是得好好吃你一顿。你看，
从今往后，祸福相依，风雨同舟，竟彼此如初，伴岁岁朝夕，以真心相待，以余生相守。无论岁月变迁，始终恩爱不渝，白首不相离。以前我总以为我的人生只有仇恨、算计和无尽的黑暗。我活着的唯一意义就是讨回公道，清算恩怨。从前的我困于黑暗，满心仇恨，在无边黑暗里独自挣扎，无人救赎。而你，小小年纪受尽冷眼欺凌，无人撑腰，无人偏爱，却依旧善良坚韧。是你穿过风雨，走到我破败的世界里，拉我走出深渊，与我光明，赠我温柔，让我明白，人这一生是为了温暖与偏爱而活。我的余生朝夕，只有你一人。我从前也一直觉得我的人生注定是孤身一人，直到遇见你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有人会把我放在心上。我们都曾深陷黑暗，是彼此唯一的救赎。我信你，也信我们，从此风雨同舟，冷暖共度，岁岁相依。往后，我做你的底气，你的偏爱，你的余生安稳。你再也不用独自扛下所有，风雨我挡，余生我守。